去吧，带上我为你定制的礼物，去完成我们的使命，这样才不算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大哥说了，你这事闹得太大了，他保不了你，你得自己想办法出去躲躲，越远越好。最好是往南走，出国。我这么大，连江州都没出过，还出国？咋出？有钱哪儿都能去，但你那些钱都是赃款，用不得。这些是大哥给的，你先拿着。这点钱够干啥的？给你就拿着啊，总比没有好。大哥已经对你够好了，出去避避，等2年风头过了再回来。想通了，跟好好聊了。你们这儿睡觉太不舒服了。我们这儿监狱，睡觉舒服。我不会被你们送进去的。那天晚上我从家里出来就去了解放路老石场那边。大晚上去那干什么？卖点矿石。娇娇要走了，我想多赚点钱，证明我能给她好生活。结果人家老板还看不上。就这么点事儿，你一直瞒着，不跟我们说？这种事儿怎么说？万一让我老板知道了，我怎么回矿上干活？你们可以去查，那个老板姓柴，在市场很有名。师傅，陈昭有动静了，走。陈昭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混社会了，跟一群差不多大的拜了把兄弟。后来虽然加入了郝卫国的团伙，但最亲的还是这群兄弟。昨天晚上我们排查到这则消息以后，立马对这些人进行了布控，发现他们一大早就聚集在这儿。这家棉纺厂已经停工很久了，是陈昭一个叫大龙的好兄弟负责看守的，他们可能会携带器械。监控排查到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这儿，2号生产车间。来，走起！来看看。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舍不得你们。这一路啊，都是咱们一起过来的，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累，咱都一直在一起，咱们是真兄弟。对，兄弟，你们都好好混，等我回来，还得靠你们。来，好好混，好好混啊！来，去。我分配下任务，大家听好了，我和贾鹏带1队，从正门突入。
队3队左右包抄。林湘4队从后门拦截。中队，连哥，来的正好，老严，你带4队一起从后门拦截。行动！是。赵哥，从家扶路的也是份心意。你呢，在外头不要饿到，一定记到多长个心眼哈。哎，你们自己留着，好哥都给过我了，真的。你拿着花，拿着花。好哥是好哥的，我们是我们的，对不对？拿了。拿了。我有你们这群兄弟。是啊，来，一辈子兄弟，进城，队长，走，快跑！站住！别动！站住！别动！别动！别动！还敢袭警？站走！走吧，现在身手可以啊。老实。上去。你胳膊没事吧？来，没事。压上去。小心点。你早晨是去查马金光的不在场证明了？去查了路边的监控，他确实去了解放路老市场，有不在场的证明。这回他倒是说真话了。你看看这个。现在可以证实，在品交的案子上，马金光确实没有作案时间，对吧？马金光，那天晚上，你真的是去卖矿石吗？我都说了我没杀我老婆，我什么时候能接娇娇走，让她入土为安？情况允许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严密，一码归一码，我还是希望你们尽快能找到凶手，给我老婆一个交代。她活着的时候总说我没让她过上好日子，现在她死了，我不希望她在那边继续受苦。胆儿挺肥呀，还敢袭警！你赶快把你那点事给我交代清楚。想清楚了啊，在令行上，
主动交代和被动坦白，那是两回事儿。不说是吧？看看啊，看看什么？我是打算弄死张彪的，但到最后不是我弄死的，我还没计划好怎么弄死他，他就被炸死了，真的。你为什么要弄死张彪？指使你的人是谁？你咋知道我背后有人的？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问你什么答什么。佳姐让我干的，给了我20万。你说的这个佳姐，就是张彪的妻子王红佳。是啊。钱什么时候给的？怎么给的？当然是张彪死了以后啊。虽然他不是我杀的，但我一琢磨，也没人知道不是我干的吧？我管他要钱，他就给了。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为什么要杀张彪？哎呀，警官，老公杀老婆，老婆杀老公，太常见了。我也没多问，给钱就行了。你确定他只找了你一个人杀张彪？应该是吧。你的意思是，王洪家同时雇了2个人来杀张彪，而陈昭之外的另外一个杀手，才是爆炸案的真正主谋？只是猜想。即便王洪家有可能是张彪爆炸案的幕后黑手，那么乔思思呢？孔娇呢？为什么要杀他们？师傅，啊，银行那边查到王洪家确实在案发之后取走了20万现金，但是他的手机又打不通了。我不想死，求求你放过我！我不想死，求求你！我不想死，要什么我都给，我有钱，我有很多钱，我都给你。不说，别杀我，别杀我！
房屋没有异常，财物没有损失。如果不是这粒钢珠，我们很有可能以为王洪家是畏罪潜逃。师傅，这个张彪屋里也太干净了吧！我怀疑他们俩早就分居了。我们进来的时候，门是虚掩着的。钢珠、血迹、钢珠。钢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它跟之前的案子一定有联系。也许凶手是想告诉我们，王洪家在他的手上。他可能是想和我们比一比，看我们是否能够救出王洪家。苏队，苏队，连哥，我这边有了点线索，我在王洪家的衣柜里找到了2个本子。账本。拿回去，让季正好好检查一下。好。张彪家是第一案发现场，钢珠经检验与爆炸中的成分一致，上面的血迹也与王洪家的完全匹配。另外，我们发现王洪家的车不见了，车牌号为江毅86168。通过交警部门排查了监控，这辆车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光复路的出城方向。开车的这个人衣服、体型与乔思思案中监控所拍到的一致，但奇怪的是，从这张照片上来看，王洪家并没被控制。他只是好好的坐在副驾驶上。从他家到光复路，沿途会经过闹市区，甚至会经过咱们队的门口。他如果是被绑架的话，沿途应该会有求救的机会。我觉得未必。你们仔细看他衣服的形态，紧紧贴在身上，应该是被透明胶之类的束缚住了。他担心如果用绳子的话，可能会被人发现。凶手倒是挺狡猾的。我们在王洪家的卧室里发现2个本子，其中一个是湖光 KTV 2004年到2005年期间的账本，另外一本乍看是空白的，但刑记那边发现是用隐形笔写的，而且是用最普通那种隐形笔，紫外线的光一照就能照出来。本子在紫外光照射下有各种名字、时间。等等啊，这个芊芊、云云、妮妮、妞妞，这是什么意思啊？KTV 的陪酒女喜欢用花名，结合这个时间，这应该是他们的出台记录。师傅还是你有经验。也就是说，王洪家以前是湖光 KTV 的主管，它远比看起来的复杂。从光华路出发，如果不上高速的话，那么就只能到金华山。张彪是我炸死的，不是你找的那个小废物，很意外吧？放过我！放过我！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
你都做过什么？有些事儿不是注销一张营业执照就能彻底抹除的。不过看在你也想杀张彪的份上，我会留你一条命。但是做错了事不受到惩罚怎么能行呢？你说是吧？这荒山野岭的，半天才一辆车，这都查到什么时候啊？这才哪到哪儿啊？当年我师傅带我蹲点的时候，一蹲就是几天。孙队，这儿有发现。收到。林哥，兄弟，刚刚找到的，这辆车就停在这儿。还是热的，但现在这个天气，晒半个小时也会是这个温度。他是故意扔这儿的。从监控看到他到现在足足有4个小时，也就是说，他先去了其他地方，又回到了这儿。他应该是把王洪家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再回到这里骑车，目的就是干扰我们的视线，给自己争取时间。这4个小时可给他忙坏了，整得这花里胡哨的。紫阳土，这附近只有瑞云峰有。王洪家是被藏在了瑞云峰。草的断裂处是湿的，刚被压断不久。他应该在这里换了另一辆车离开。看草被压倒的方向，也是前往瑞云峰的方向。孙队，应该就在前面。硝酸的味道。凶手应该就是在这里制造炸药的，清理过，但清理的不是很干净。马金光的报，怎么又是马金光？难道马金光是凶手？缺乏证据来串联，但马金光肯定是案件中的一环。凶手为什么要把王洪家带到这里？多此一举的中转，这太像个幌子了。我去查清楚，各自行动。注意安全！李笑，你跟上他。是。
别让他冲动啊！好。严哥，严哥，马金光还在找，目前没什么消息，电话一直关机。你知道有什么发现吗？从孔娇家到这儿15分钟，从矿洞到这儿1个半小时。从矿洞过来的路，摄像头很少，极有可能拍不到马金光。但是从孔娇家过来，一定会经过这个江边的步道。会经过这个监控，一定会拍到马金光。偏偏那天晚上，马金光说是去卖矿石，却又回了趟家，是从孔娇家过来的，时间上也对得上。你的意思是，他是故意的？是巧合，一个令凶手出现失误的巧合。让你查的另一件事呢？问过了。开矿用的炸药是从黑市买的，介绍这个黑市的人就是马金光，但是这个矿主和卖家他们都是网络上联系，从不见面交易，所以他也根本不知道这个卖炸药的到底是谁。还有，我给矿主看了那个包的照片，确定了装炸药的就是这个包。介绍人、卖家、制造者，应该都是马金光。他在小木屋制造炸药。用那种包当包装袋，那天晚上，他就是来这里交易炸药的。现在最能找到他的，一是通过那个网上的联络方式，另一个是他的摩托车，优先从出城方向排查。好，你去哪儿？我得好好想想。如果我是马金光，我会去。怎么样，老王？啊，兄弟，发现几条异常的轮胎印，应该是米街马85系列轮胎，老车用的比较多。车应该是在这儿停了一段时间。以我经验的话，最有可能是老普桑，而且轮印清晰，应该是刚换的车胎，新车胎。我估计胎毛都在。新轮胎的老普桑。走。老板，老板，哎呦，哎呀，有什么能帮您的？看看棺材，要一个什么样的棺材？装人的棺材，好棺材。您看，我这儿都是好棺材，可以私人定制。您喜欢什么花，咱就雕什么花。要最好的。普桑，凶手居然连续卸掉了2辆车，可是没有车他怎么离开？难道还有同伙接应？新轮胎，这应该就是凶手那辆并用车。走，过去看看。哦，赶紧通知老王，车在这儿。是。怎么样？有发现吗？没有。再看得仔细一点啊！主要看看有没有车轮印，还有脚印。知道。我打了好几个人，都不晓得他在哪儿。我又咋个晓得马刚才他枪在哪儿嘛？我要晓得他，我还巴不得上去弄死他呢。他害得我们所有的人都没工作了。他在矿上有没有什么关系好的朋友？他在矿上干了3年多，顶多就是跟那个二娃子干活的时候合得来。那个二娃子
也是两脚也踹不出一个屁来的主。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师傅，师傅，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脚印特别深？这是我们正常的脚印，他的脚印完全超出了一个人的承重范围。他是背着受害者走过去的。不是，这人身体素质挺好啊，背着人走那么远。马丁靴，脚印清晰，他应该没走远。走。这边有发现。朋友不应该出卖朋友，罗马又不是坏人，我们不应该抓他。能不能抓我们来判定，是朋友才更应该救他，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昨天来找过我，就问了一句话：矿是不是真封了？现在有没得人看到？我估计他是没钱，想着干一票大的，让我等他洗。摩托车印。所以他是在这里换摩托车走的，应该是。走。这条路向西就是宜兴大道，宜兴大道的南边是城区，北边。乔思思被发现的高速路附近，老矿山，也是马金光上班矿洞的地方。叫人去老矿山。是。韦老爷，孙队，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错了。什么方向？刚出的特征太明显，所以炸弹大概率就是马金光做的。但张彪的案子，我感觉不是他做的。你的意思是，凶手在嫁祸马金光？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凶手的刻意安排。我在马金光家发现他其实买了很多个一模一样的背包。如果他真的是在网上非法销售炸药，为了安全，那他们肯定不会当面交易，只会把东西放在交易地点。所以他要用背包来装那些出售的炸药。凶手拿到炸药后，把背包扔在犯罪现场，嫁祸给他。可背包是个变数。但凡马金光买的背包款式不一样，凶手的嫁祸都很难成功，除非凶手一直在跟踪观察马金光，甚至潜入过他家。既然凶手铁了心要伪装成是马金光做的，那么他一定会让王红佳出现在他附近。这样的话，张彪就变成了他杀的，王红佳也是他绑架到小木屋的，一切都串起来了。凶手应该就是这样计划的，只是其中出现了一个意外。什么意外？一会儿就确定了，马上到了。你去哪儿了？矿洞。天快黑了，矿洞可能会有危险，你注意安全，我马上过去。好，那你尽快赶过来。
师傅，3年多没有来看你了，我已经从刑警学院毕业了。沈阳的冬天特别的冷，冷得刺骨，夜也特别的长。有一回我问教授，刑警学院为什么要建在这么冷的地方？教授说，我们当刑警的就得这样，得学会在最冷、最黑的地方行走。但是心不能凉，眼不能盲，手不能麻，要永远坚信黎明终将到来，甚至要有自己去把黎明给拉出来的决心，绝不能让黑暗获得胜利。师傅，你也是这么觉得的吧？我相信你也是，一定是。放心吧，我也是。马金光，不是我干的，他是谁？为什么在这？你又为什么在这？这都什么事儿啊？他叫王洪佳，是张彪的老婆。我说了，不是我干的，怎么这种事总让我遇到？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让老天爷这样对我？让你再不冷静，别过来！会靠，别过来！
你离我远点啊！你要是再逼我，我大不了一锤子。我相信他不是你害的。我相信你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但你之前，你骗了我们。你说你那天是去卖矿石，但你实际上是去卖炸药的。你买了很多一模一样的包，你那天背的包都是用来装炸药的。那又怎么了？我没有炸死张彪，更没有杀我媳妇儿。还有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这个人我连认识都不认识。炸死张彪的炸药是你做的，张彪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特征那么明显，街上都在传。你口口声声说要为孔娇报仇，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告诉你们，你们不就是觉得我是杀人犯吗？那个人说他果苗让野猪糟践了，给我买点炸药是弄野猪，我哪知道他是去炸人？那当年呢？当年你也不知道吗？就是不知道。我妈说什么我做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他去干啥。你承认了，果然是你。当年的炸药就是你做的。反正是洗不清。你被人利用了，你被人利用了。张彪不是你杀的，孔娇也不可能是你杀的，而王洪家更不是你绑到这儿来的。你被人利用了，就跟当年你被你爸利用了一样。我被谁利用了？那个买你炸药的人。那天晚上，他把你约到老市场交易，就是为了让你失去在孔娇案上的不在场证明。但他没有想到，你偏偏回了一趟家，经过了监控，反而拥有了不在场的证明。在绑架王洪家之后，他特意去了一趟小木屋栽赃你，钢珠、背包，他把所有能指向你的特征都放在那里让我们看到。他对你的习惯和行踪了如指掌，他知道你做炸药的地方，他知道你全部的秘密。那为什么是我？你有家庭犯罪史，你认识这个案子里的所有人，你有杀害张彪和孔娇的动机，更重要的是你还会做炸药。把你当做嫌疑人，他就可以完美脱身。所以，他一直在误导我们，对你进行有罪推定。那你们现在能不能抓住他，还我一个清白？告诉我全部的经过，我有把握可以抓到他。你相信我们？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是不是有人让你来的？我想搞点钱给娇娇买口好棺材。活着的时候太苦了，可那东西太贵。正好网上有人说想要弄点矿石，我知道这个地儿早封了，而且没人看着，就过来了。你们是怎么联系的？林明，林明，老严，马金光，当年的案子我查清楚了，炸药是他做的，但那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老严，老严不能睡啊！叫救护车！叫救护车！
就说我们俩今天歘歘那2下，就把持刀带大学徒给制服了，厉害不？最重要的是把案子破了。师傅，我们今天太鲁莽了。干刑警是要靠这一腔热血吗？啊，破案重要，抓人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你们和搭档的安全，最重要是你们能安安全全的回来。不行了，拉不动了。还有3圈，哎，不要命了还跑？没有过硬的体能，怎么扬善出啊？继续跑啊！师傅，严哥怎么样了？强求着。说说吧，现场怎么样？我们在矿洞里发现了马金光和王洪家。进入现场的时候，闻到一股甜椒糊味和酸臭味，跟张彪爆炸现场的味道一样。还有，矿洞附近那辆摩托车轮胎进行了提取对比，跟我们在玉米地里发现的完全一致。可惜车牌是假的，查不到车主。老王他们在小木屋里也采样到了马金光的 DNA， 还找到了炸死张彪那枚炸弹同源的爆炸物组织。我觉得凶手就是马金。医生，我兄弟怎么样了？我们为患者做了全身及脑部检查，万幸的是一切正常，只是有些擦伤和软组织挫伤，没伤到内脏和骨骼，昏迷只是一种应激反应，留观24小时就可以出院。谢谢你，辛苦了。在昏迷之前，老袁跟我说，当年炸死师傅的炸药是马金光做的。他还说，马金光跟王洪家没什么关系。没关系，他们俩都在矿洞里面，怎么可能没关系？而且那么多的证据，凶手不可能不是马金光。不知道，之后他就昏迷了。师傅，现在那么多的证据全部指向马金光，凶手不可能不是他。那会不会是严哥？他有什么话没说完？他到底是谁呢？
说的也都照做了，很好，但还不够。那还要继续吗？当然。 Because of destiny. Closer than that, boy. That was it, Cage. The machinery had started to move, and nothing could stop it. The machinery had started to move, and nothing could stop it. The machinery had started to move, and nothing could stop it. The machinery had started to move, and nothing could stop it. The machinery had started to move, and nothing could stop it. 没人能阻挡它，没人。